我的英文一直考得不好，我考了3年。until 那个人跟我讲，如果今年你还考不好，我会给你那个 diploma cert。我在考试跟我在写作业的时候，我每次都会想着，为什么只有一个标准的答案？为什么只有这个答案才是大家接受的？来看一下你的新家。你做了2个 spotlight，Invisible Grill 是2个礼拜前上的，地方就是 dining area。这个设计就是这个。嗨，我是 Joyce 林彦信，我是一名室内设计师，我已经创业了4年了。开这个 coffee light 的时候，你晚上看电影的时候，你会比较 cozy。PSLE 我考了101分。O Level 英文我考了3年才及格，读书我真的很不喜欢。我走进去看你的孩子的卧室。新加坡小学在1992年到2008年期间实行小4分流制度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进入 EM1， 而成绩不理想的就打入 EM3。那时候我换了学校，校长问我到底要 EM2 还是 EM3， 我第一句话就跟他讲我要去 EM3。因为我知道 EM2 很压力，读书对我来讲是挺压力的，因为挺多东西读，然后很多东西要背，然后每次都有考试。我最讨厌语言，尤其是中文跟英文，很多单词都是一样的音，可是写法都不一样。然后华语更惨，更多笔画要写，就是10倍，真的10倍。在 EM3 源流，林彦信可以跟着适合自己的步伐学习，但是 EM3 的标签始终带来了困扰。因为我们学习不好啊，因为我们的班上很多坏学生，所以东西不见还是什么，一定是我们拿的。有一次，有一个班的学生的钱不见，第一个矛头就指向我们。来收我们的 cupboard 到底有没有拿？最后发现不是我们拿，我们也没有计较，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是 accept 它咯。即使我们学习不好，不代表品性不好。Okay, what are the 3 safety rules? First one, I must be able to see you. You must be able to see me. 这条铁路绿色走道，每逢星期5到星期天，都会迎来一群活泼可爱的小朋友前进森林。这一片大自然，就是森林学校的所在地。我是郭志胜，我今年32岁，我是新加坡第一所森林学校的创办人。Look as you cross. 我们的森林学校已经创办了差不多6年了。现在有大概80个学生。森林学校是通过在户外林地里，借着玩耍和动手练习的方式教育孩子。大自然就是他们的课室，透过与大自然的联系，培养一种更独立、由孩子主导的学习方式。我毕业校业的成绩是28。多差2分就到 SAP School 的成绩了。我在中学的时候就看一部电影叫《Black Hawk Down》，然后那部电影拍到的是在索马利亚的一些孩子，他们经历的那些贫穷、战争，牺牲了很多生命。我觉得那时候的我就开始有点懊恼，就一直在思考
世界的问题啦，跟人到底是生出来做什么。我自己有很多不同的思想的想法啦。很多时候我的答案呢，就跟学校或者考试要的答案不同。然后老师们就会跟我说不要这么老实，就学就跟着那个model 了就好了，不用去想太多。那时候年轻嘛，17、18岁就比较叛逆了，比较想写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答案。A 水准的考试的时候就没有过关了，我很生气，因为我气我们新加坡的教育的那个 system 为什么这么的约束。林延信是家中的长女，她还有一名妹妹和一名弟弟。妈妈为了帮她把书读好，曾经伤透脑筋，每天都花时间陪她温习功课，也送她到补习中心。我很大的压力，因为她很难教啊。那时候，因为她吸收不了，所以我很难教她。也是帮忙啦，就是一起读咯。我读书的时候读得很压力啊，我妈妈看了也是心痛。她觉得到我弟弟妹妹给他一个普通学校读会比较好，他们会比较开心。可能他觉得我是一个素材，这东西不可以用 ，OK， 但是弟弟妹妹就不要做了。林延信升上中学念的是5年制的普通公益源流，妹妹和弟弟小六会考都考到不错的成绩，成功进入4年制的快捷班。大姐课业不是很好，所以她就去了 IT。当我补习的时候，有个补习老师跟我讲，周末你要不要读书？你要像你大姐这样进 IT。那我就很气愤，因为大家都没错 ，IT 也是一个学校啊，也是一个可以进步的啊，也是可以学习的一个地方啊。我觉得 public 对 EM 区有偏见，因为他们觉得 EM 区就是坏学生，不会读书，还是流氓之类的。不要太快判断还是批评一些人，因为他的潜能你未知。哦，可以。OK， 到啊。7岁的时候 ，11小5啊，所以我是换了巅峰啊，然后是担心 ，I think competing with 3个人啊。他小时候很好动啊，他就参加武术，来参加这里那个学校的啦啦队，而不是给他保，就叫他去参加这些了。郭志胜从小学到中学，学业成绩一直不错 ，A 水准却栽了个跟斗，不及格。我一生中没有在考试中不过关 ，A level 是我真正第一次在国考里面不过关，也就意思说我上不了大学。这个打击对郭志胜非常大，最担心他的就是妈妈。他觉得进不了那个政府的那2、3间大学，他觉得就低人一等。因为他那一次失败，他觉得他输人了，就变成自暴自弃。我说你不要这种想法。跌倒再站起来啦，是不要这样输不起这样。我忧郁症开始越来越严重，每天晚上都在外面都喝了很多酒，喝了以后会哭会闹。小学时期，因为不喜欢读书而被编入 EM3 源流。林延信也经常怀疑自己的能力，直到上了中学，碰到了一名贵人。这是我中学，这是我人生的转捩点。我中4的时候来了一个新的校长，他是跟我们讲，
我们不是没有希望，可是我们没有找到我们的方向。当他跟我讲了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找回我们正确的方向，发愤图强。所以从那天起，让我们全部 Normal Technical 的人发愤图强。我们的成绩竟然比 Normal Academic 还好。这是我第一次赢人家，我从不是很好的成绩拿到 Top 10 for 那年的考试。来吃饭吃饭。当年就连林延宪的妈妈也没想到大女儿能念上大学。哦，当他拿到大学文凭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激动，我真的很激动，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真的读到大学。拿给你一点点。我觉得这个是全部是他自己本身的努力啊，哦，我也感到很欣慰啦。他从小就很独立的，他自己会照顾自己，还可以照顾弟弟妹妹，只是成绩不好而已，其他的方面他都很好。101，我拿到101分数。我妈妈最得意的是我读完我的大学。我读完大学是差不多30多岁了。郭志胜重考 A 水准毕业后，跟朋友合作儿童体育的生意，但是过程并不愉快。为了减压，他开始戒酒消愁。所以这个Canal其实就是我那时候忧郁症的时期，almost每天晚上都会喝酒，所以我就来到这里，在这边就有点发酒疯了。所以发酒疯的时候，喝酒的时候，通常喝太多的时候就会开始哭，开始有点闹了，然后有时候会喊一下，喝到不省人事啊。在这里混过了差不多3个月了，那时候的那个酒瘾跟那个忧郁，很气馁，会觉得自己没用，会觉得世界放弃了我，身边的人放弃了我。我最担心会害怕，不懂他又会怎么样的害怕。有一个晚上，我就回到家的时候，喝着醉的，我就进去妈妈房间，就跟她哭啊，跟她闹，讲我自己没有用，这个儿子没有用。他一直认为没有人关心他，其实我们有在关心他。妈妈就说了一句话：我不管你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，我不管你赚多少钱，我不管你多成功或多失败，最重要的是你开心吗？当时还处于心灰意冷状态的郭志胜尝试走出忧郁症。他第一次接触了儿童教育工作，碰到了一位小男生，负责教导他学电脑。但是郭志胜却从男生身上学到了更多。所以这个小男生是个特殊的学生，然后他学习过程非常慢，他学用一个 mouse 都要学20分钟。那时候我也没有太认真的在教他，我只是尽力了。And what is that? Marshmallow. 我说过了第3天的时候，那个课程要 end 的时候，一个小男生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 "I love you"。这句话对我来说影响我很多。Me for me. 郭志胜开始意识到，他可以从教育下一代来实现理想价值观。于是他开始探索有别于传统教学的方式。那时候是跟我的一个日本的朋友，跟他孩子就在我们新加坡的森林去 hiking 了，然后就走着走着，他的孩子就掉进一个坑里面，然后看他母亲就站在
就站在那上面的时候，就看着他孩子，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就点了点头，就退了，就走了。然后我就看到哇，我们新加坡的家长通常都会去帮忙，孩子后来就靠自己的努力就爬出来了啦。后来我就问我的日本朋友，他也是跟我解释，因为孩子可以做得到，你要学着放手。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哇，这个森林学校的概念很有兴趣。我不喜欢读书，可是我喜欢画画，所以当我开始在 IT， 我就选了 drafting 这个科系去读。因为不用考试，人只是画图，所以我不用真的是写英文啊、grammar 啊、vocab 那些东西，全部都不需要读。林延信选修了室内设计大专文凭，但是要毕业，他还是逃不了得战胜英文，起码得及格才行。我的英文一直考得不好，我考了3年。until 那个人跟我讲，如果今年你还考不好，我会给你那个 diploma cert。可是给我一定要努力，所以我努力考试。最后1年的时候，我考到很好的成绩，我终于 pass 了。那我就拿给那 admin 讲，我终于 pass 了，我可以用我的本事而拿到我的 diploma cert。不是读书的料，只要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，还是可以有所成就。每越过一次难关，林延信也就更坚定自己的价值所在。有些人真的很会读书，有些人真的是不太会读书，所以最重要是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你的强项。林延信创立室内装修公司4年，帮助了70多名顾客。brother， 因为从小念书吃过亏，所以林延信待人处事特别谦虚，永远都是以诚相对，让人感到亲切。爱什么鸡啊？可以。来，喝水。我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老板的那种架势，我比较接地气。但他们有时会肯帮我赶那个工出来，可是他们就会一直埋怨一点东西。那埋怨的时候，我就会跟他讲，我下一场工，我请你吃饭，还是我请你喝水？Thank you。创业这条路不是很简单的，是很多波折的。尤其是一个女孩子在这个行业里面，全部都是男孩子。我在我以前公司学到的就是毅力，还有不要放弃。读书也是啊，我考了3次 O level，that's why 我有现在的成绩。I am junior coach here. We look out for children and then watch out what the fighting winners top 10. Yeah, okay, go. Give me grapes, huh? 凯旭是我们的到现在差不多6年的一个学生了，然后他也是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了。刚加入的时候，他是都不会上一些比较高的石头啦，他跟我们待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。有一次，他就决定爬上一个石头，那个情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。他现在不只是可以爬，他想要做领导嘛。森林学校的开放式教育提倡孩子们从失败中学习，重建信心。这个学习模式也和郭志胜的成长经历似曾相似。失败是成功之母嘛，对吗？我在 A level 失败的时候，或者我出来开始起步做自己的生意的时候的那些挫折跟失败，
教到了我很多怎么去放手。放手的时候，其他的机会会浮现出来给你。小时候的郭志胜因为固执、坚持己见，不懂得梳理情绪，变成了一位愤世嫉俗的青年。但现在的他，从大自然、从失败中，重新找到了新的人生体会。每个孩子在森林学校的过程，不是每次都是开开心心的，有时候因为吵架，或者那天刚好心情不好，我会跟他们说，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过程，因为一个人的人生的过程里面都有这些情绪，而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情绪是非常重要的。有时又伤心，有时又开心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一个 balance 的一个人啊。Okay, today we are talking about chattel marketing. 为了扩展业务，林延信也加入了商联会拓展人脉。他不时得做路演，介绍自己的行业，又或者帮助会员精进。Our goal for this term is to generate more income for our ladies. 他真的是很有想法的一位设计师，能够想到的东西他都会想到。我挺喜欢他的设计风格，就是比较简约。PSLE 考试也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考验，那生活还有很多很多的考验。我觉得我看着他，我不会觉得他是一个101分。我安排，是Are you sure你要安排？等一下安排完了就是变成 arbitrary。PSLE 考了101分，对我有没有影响？我可以跟你讲是没有的。因为我也是读完大学，可是路程比其他人读的比较久，也是考到一个文凭，也是在外面也是找到一份工作来做。最重要是你有毅力、有耐力，什么都可以达成。